该不会是穿越到这个身世凄惨的假千金身上了吧？姐姐在我的糕点里下毒要害我，应该是有原因的吧？还想在我面前耍小聪明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恭喜宿主成功拥有金手指，在这里不能使用法术，可提前预知反派轻生，作为新手保护期，给你一个篡改一个字的能力。本老祖功高盖世，一身才学，竟然被禁了！罢了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老祖我有系统，照样秒杀你个绿茶女！你看什么？把我妹妹陷害成这样，你还有脸看？原来的沈竹心就因为这事儿，被亲生父母逼着跪在沈凌月面前道歉。侯府这个瞎了眼的世子，更是说他不是侯府的人，只有沈凌月是他的女人。林月怕你融入不了侯府的生活，好心拉着你一块吃糕点，你却给他下毒。父亲，我何时给他下过毒了？住嘴！铁证如山，我们几个听得一清二楚。你竟还敢狡辩！跪下！立刻向月林道歉！父亲，母亲，我真的从未干过这种事。父亲、母亲、兄长，我想姐姐是因为我多年来鸠占鹊巢心有芥蒂，你们不要再怪罪姐姐了。毕竟姐姐才是真正的侯府千金，我才是不该在这里的人。林月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才是我们侯府千金。至于沈竹心这个半路冒出来的，就是应该滚出侯府的人。既然如此，本老祖便用金手指替你逆天改命。这沈竹心莫不是失心疯了？既然只能修改一个字，那不如改成最荒谬的样子。姐姐在我的糕点里下血要害我，应该是有原因的吧？是药！沈凌月，我倒要看看，当你发现自己的心声都是被我改过的，会不会作何反应？你方才也听见凌月的心声了，我还当是听岔了。难不成是竹心见凌月近来通便不畅，曾伸手帮了一把？看来竹心真是好心相助呀。这沈凌月莫不是中邪了，才胡言乱语？要不然请个高人过来看看。其实自从接回沈竹心开始，我便一直能听到林月的心声，其中都是沈竹心加害于林月的话语。为此，我还收拾了他一番。什么？沈昭洛，再怎么说，竹心也是你的亲妹妹啊！竹心，是妈误会你了，我那还有几斤巴豆，你拿去和凌月一起吃了吧。什么巴豆？父亲和母亲怎会不相信我的心声？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贵府二小姐身体健朗，并无异常。并无异常？难道真的是中邪了？沈竹心，你这个扫把星，说不是你回来，林月怎会中邪？父亲母亲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离开吧。凌月中邪，与竹心何干？你对你亲妹妹出言不逊，还不赶快道歉！知道了。父亲、母亲，军中有要事，儿子先回去一趟。月月，兄长呢，先回去一下，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等我回来再好好陪你。好，凌月一定好好等兄长回来。沈竹心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休要欺负月月，否则别怪无情。父亲，
母亲、姐姐，都是林月不好，让你们担心了。父亲、母亲不愿相信是姐姐下毒要害我，就因为姐姐才是东昌侯府的真千金。这个是之前的节目没得逞，还不死心？可惜你碰上的不是你，是修真界老祖沈竹心。父亲、母亲不愿意相信是姐姐下血要害我，就因为姐姐才是东昌侯府的真千金。你瞧，林月这就是中邪了，不是？咱们还是快请大师上门，亲自为林月驱邪。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竹心，你流落在外多年，侯府亏欠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，我们一定尽全力补偿你。对，父亲都准备好了，这是2万两银票，你拿去尽管花，不要为侯府省银子。父亲、母亲，姐姐自小流落在外，哪里见过这么多银子？我是怕……妹妹说的在理，我从小到大吃穿用度从未用过好的，哪里敢奢求这么多银子？父亲、母亲，我是说，姐姐拿着这么多银票，若是让人骗了，可怎么办呀？妹妹说的是，父亲、母亲，毕竟我在外漂泊这么多年，能吃饱已经是万幸了，我不敢奢求更多。竹心，你如今是侯府的千金，这些银票你先拿着，若是不够，侯府有的是钱。多谢父亲、母亲。如今竹心回归，你们姊妹理当齐力断金，且马生了间隙。还有凌月，不要在你哥哥那儿煽风点火，胡言乱语。父亲私下给母亲的生辰礼物被丫鬟柳叶拿了，若是将此事通过心声告诉父亲、母亲，他们定会相信我的心声是真的。若是将此事通过心声告诉父亲、母亲，他们定会相信我的心声是真的。这个沈凌月还以为自己做坏事是多隐蔽，想不到我连他不想让人听到的心声都能听到吧。这个婢女柳叶受沈凌月指使，可没少欺辱原主。夜色已晚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对了，把我房间上好的血燕拿到厨房，明这顿燕窝给竹心吃。我的竹心命苦，在外流落多时，如今回到侯府，要好好的养好身子。父亲自下准备的礼物被丫鬟柳叶拿走，就放在他床底下。此事也不知该不该告诉母亲。这沈凌月又想给全家输送心声了，这句话这么多，怎么改都不是我的事。恭喜宿主解锁最荒谬奖，系统将为你送上大礼包1份。每当篡改成功，下一次便可再多改1次。天助我沈竹心才是真女主。父亲私下准备的礼物给丫鬟柳叶拿走，就放在他床底下。此事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母亲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父亲，我做什么了？是怀中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怎会如此？我方才输送的不过是柳叶偷东西的心声，父亲打我做什么？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让开！夫人，奴婢知错了，都是奴婢猪油蒙了心，竟在打扫主院时一时起了贪念，偷了侯爷送您的生辰礼。奴婢家上有老母幼息，全凭奴婢一人的月银啊，夫人。夫人，这不是再过几天便是你的生辰吗？你也听到了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辰礼物，却让这个手脚不干净的丫鬟给偷了，还在这碍眼干什么？滚！
亲和母亲在柳叶房间看见了生成礼物，日后定然会相信我的心声吧。这沈明月以为自己能输送心声就万事大吉，可惜遇上了我修真老祖，日后我看他还要玩什么花样。原来这个沈明月还有个靠着输送心声抢过来的男人，这男人可是原主的正缘，就这么被抢了，看我怎么先行拿下。给父亲母亲请安，父亲母亲这样高兴，是有什么喜事吗？父亲母亲，这些都是给姐姐准备的吗？怎么突然想起给姐姐准备衣衫头面了？你们母亲要在府中举办宴会，好把竹心介绍给京中的夫人小姐们认识，自然要多置办一些门面衣衫。什么？自然要多置办一些门面衣衫。什么？怎么，林月不高兴吗？父亲母亲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骨肉，难道不该打扮宴席，把她介绍给各家认识吗？如此一来，也好让竹心早些融入京城的世家圈子了。多谢父亲母亲。还是父亲母亲想得周到。若是在宴会上公开了沈竹心这个侯府千金的身份，那岂不是让京城世家都知道我沈凌月不过是侯府的养女，并非东昌侯府的血脉？不，我绝不允许此事上演。速去速回，一定要把话带给二公子。二公子，不好了！老爷和夫人要举办宴会，公布大小姐身份。二小姐正到处找您呢，说老爷和夫人不要她了。什么？我立刻回去。老段，我家中有急事，回来再跟你商议。别急，这东昌侯夫妇素来仁义善良，绝不是有了亲女儿就抛弃养女之人。我同你一起回去瞧瞧。好，我们走。竹心啊，这些呢是侯府的一部分铺面田地，你拿去经营，就当是找了一个乐子。父亲母亲，这些都是家中财产，还是留在家里吧。这是爹娘的一点心意，今日呀，无论如何，竹心都要收下。那多谢父亲母亲啊。沈竹心，即便你被认回侯府，我沈远慧也只有林月一个妹妹。我沈远慧也只有林月一个妹妹。沈远慧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呢？混账东西！竹心可是你嫡亲的妹妹。这就是原主的二哥沈远辉吧？在这个世界原本的故事中，他可是对沈明月言听计从，也难怪会被沈明月耍得团团转。这位就是镇国公府世子段永行，沈明月日思夜想，拼尽全力夺来的真命天子，生的倒是俊俏，家中还富裕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这便是东昌侯府刚找回来的亲生女儿吧？他瞧我做什么？总不能他知道我刚才想什么吧？野行来了，来，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竹心啊，这位是镇国公府的世子段衍行。衍行啊，这就是我找寻了18年的亲生女儿沈竹心。衍行见过夫人，侯爷。衍行，坐下吧。父亲，母亲，你们为何非要大摆宴席来公布沈竹心的身份？你们这么做，可有考虑过林月？到时候，林月岂不是成了京城笑柄？人人都知道她并非我侯府千金。我怎么样都无妨的，我不过是个被报错的女儿，二哥哥不必担心。报错的又如何？在二哥哥眼中，只有林月才是真正的侯府千金，二哥哥最亲的妹妹。
只有林月才是真正的侯府千金，二哥哥最亲的妹妹。沈竹心，今日我便告诉你，虽说你才是与我血脉相连的亲妹妹，但林月已经在侯府生活了18年，与我之间的兄妹情谊早已超过了血缘，可不是你靠着那虚无缥缈的血缘可以比拟的。沈远辉，沈远辉，再敢在你妹妹面前胡言乱语，小心为父家法伺候。原主的这4个哥哥呀，可是一个比一个疼爱沈明月这个没有血缘的妹妹，可惜都是蠢笨的，最后被沈明月害得凄惨无比。父亲、母亲、哥哥，你们莫要再怪罪姐姐了。毕竟若非是我鸠占鹊巢多年，姐姐也不必在外流落18年，受尽苦楚，反倒是我锦衣玉食。二哥这个蠢出升天的东西，还当我真对他有兄妹之情，不过是因为他与郑国公世子交好，为了与我的眼行哥哥接触，才装作与他感情深厚罢了。不过窃取亲密的事，我可还得二哥这个蠢货来替我顶替罪名啊！好啊，如此丑恶的嘴脸，他不想输送这些心声，那我偏偏要大家都听见。二哥这个蠢出升天的东西，还当我真对他有兄妹之情，不过是因为他与郑国公世子交好，为了与我的眼行哥哥接触，才装作与他感情深厚罢了。不过窃取机密的事儿，我可还得靠二哥这个蠢货来替我顶替罪名。我可还得靠二哥这个蠢货来替我顶替罪名。方才那些是林月的心声吗？没想到他竟是……二哥哥，我只是想和姐姐好好相处罢了，只是不知为何，姐姐竟是处处与我作对。绝对不可能！林月从来都是一个温良贤淑的人，绝有可能是这样的人。大哥昨日与我说，自从沈竹心被寻回家中，林月便开始中邪，定是因此才有这些胡言乱语的心声。别怕，一切有二哥哥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从前我就没想到这个沈凌月如此恶毒。老二啊，老二，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，怎么会是个如此蠢笨不堪的人？父亲、母亲，即便你们已然有了决定，但我还是觉得不妥，我坚决不同意。你们特意大摆宴席，把沈竹心以侯府千金的身份介绍给京城世家的夫人小姐们。此事我意已决，无论何人反对你无用。父亲，任心一事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哥哥要是觉得为难的话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毕竟哥哥们与凌月、朝夕相处了18年，感情深厚，不像我在外漂泊。父亲、母亲，算了吧。这怎么行呢？我就是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你是我苦苦的找寻18年，终于找回来的亲生女儿。你是我苦苦的找寻18年，终于找回来的亲生女儿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父亲，你打二哥哥做什么？给我住嘴！我与你母亲要认回竹心，你竟敢多加阻拦！你知不知道，我与你母亲找了竹心整整18年。沈远辉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竹心才是你嫡亲的亲妹妹，是和你真正有血缘关系的妹妹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误会了，儿子并非此意，我不过是担心凌月罢了。担心？担心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拦我和你母亲找回竹心。你们着急认回亲生女儿的心情，我自然是能理解的。可凌月在咱们家生活了18年，难道咱们不应该考虑考虑她的感受吗？凌月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，我们东昌侯府上上下下18年，为了找回竹心，今日终于把竹心找回来了。凌月是如此的乖巧懂事，她一定会很开心，她一定是希望我们早日将寻回亲生女儿的事情公之于众。你说是吧，凌月？二哥哥，父亲母亲说的对，父亲母亲能找回亲生女儿，凌月是特别为他们高兴的。听见了吧，沈远辉？你最喜欢的妹妹，她一定是希望我们举办盛大的宴席，将此事公之于众，好一家人团聚。老二，最近一些时候你就不要上朝了，把军中的事情交给老三吧。竹心的回归宴，
就由你来操办。如今的回归宴就由你来操办。老二与小段之间私交甚笃，若换成老三来负责军中事务，那林月便不能找借口去看老二，而跑去接触段野行了。好。沈竹心究竟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为何东昌侯夫妇二人一门心思偏向他？二哥哥，父亲母亲如今有了姐姐，是不是就不疼我了？不怕，还有二哥哥在呢，在二哥哥心中，你才是唯一的妹妹。没事啊，别怕别怕。眼贤哥哥，谢谢你特意为了我到军中协助我二哥哥。我到军中办事是为了朝堂安定，为了训练将士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此等心肠歹毒，连家中亲人都不肯放过的毒妇，还是早些撇清关系的好。段衍行可是郑国公子，若我多多制造一些与他私下独处的机会，然后再想办法将生女煮成熟饭，待段衍行继承爵位，我便是郑国公夫人。衍行哥哥，我亲手做了你最爱吃的点心，不知可否请你？我没空。这些心声又是沈凌月不想告诉别人的吧？可惜呀，沈凌月还不知道沈竹心不是原本受尽他欺辱的沈竹心，而是我这个修真老祖。如今我不仅能篡改他的心声，还能把他不想让人知道的心声输送出去。如今我不仅能篡改他的心声，还能把他不想让人知道的心声输送出去呢。我怎又听见了沈凌月的心声？难道这些心声是沈凌月心中所想？二哥哥，这段时间你在军中一定很辛苦吧？我与大哥和三弟、四弟一同陪伴凌月长大，从小他是那么乖巧懂事，怎会说出这样的话？定然是中邪了。沈竹心，你做的好事！二哥哥，我做了什么？你不妨明说。大哥早已与我说过凌月中邪一事。自从你这个丧门星被接回侯府之后，家中还真是一点好事都没有。野心哥哥，我来了。沈凌月待会儿要勾引段衍行，在这么众目睽睽之下，古代有这么大胆的吗？你方才是故意为之的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凌月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这还好是在家中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怎么能假借摔倒，与衍行哥哥这个外男接触呢？还那样推我，二哥哥，我脚好痛，该是方才扭到了吧？我往后我会再也走不了路了吧？没事的，就是扭伤了而已，没什么大事，很快就能好了啊！沈竹心，还不赶紧跟凌月道歉！二哥哥，你要我给他道歉啊？你把凌月推倒，于情于理都应该向他道歉。二哥哥，你怕不是用眼过度，瞎了眼？方才明明是他要摔倒，我好心好意去扶他。没关系的，姐姐如此喜欢衍行哥哥，只要姐姐能如愿和衍行哥哥接触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的。沈竹心，你听见了吧？这便是我们几个哥哥如此喜欢凌月的缘由。他被你如此伤害，竟然好心帮你说话，不像你这个撒谎精，嘴里永远没有一句实话。二哥哥真是大傻子，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相信。我靠着他的关系搞定衍行哥哥，便可以让他当我的替罪羊。不想让沈远辉听见这些，那我偏要让他们听见。我怎的总听见凌月要我当他替罪羊的心声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林月，你是不是新月断也行？我怎的总听见林月要我当他替罪羊的心声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林月，你是不是新月断也行？二哥哥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？莫非他察觉到我的目的了？这可不行！林月，你怎么了？二哥哥，我头好晕呀！定是方才摔倒的时候受了惊吓。不怕，二哥哥这就带你去找郎中。走。姐姐，父亲和母亲定然希望我们姐妹二人和和气气，所以我来这跟你聊聊。姐姐，我明白你的。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原本都是属于你的，但这件事情上我也是受害者。都说养恩远比生恩大，即便姐姐是父亲母亲的亲生女儿，也不能和他们养育我18年的感情相比。妹妹这是在宣示主权。我只是想来提醒姐姐一番，好让姐姐认清自己在府中的地位，莫要再处处与我作对，否则父亲母亲，尤其是几位兄长，他们定然不会放过我。你要说的话就是这些啊？姐姐今晚可要睡好哦。待明日父亲母亲看见这张符纸，便可以输送沈竹仙害我中邪的心声。这符纸，姐姐怎么了？父亲、母亲，这是鸠夺府。你认得此物？女儿流落在外时，曾碰见过一位道长，他告诉女儿，这是鸠夺府，能夺走他人气运，将他人气运夺到自己身上。这沈竹仙竟也认识鸠夺府，如此更好，也免了我费心解释了。林月，刚才想说什么？父亲、母亲，我曾在姐姐身上看见过一模一样的符纸。休有胡言乱语！父亲、母亲，这几夜我怕姐姐刚来侯府不适应，可都是跟着姐姐一起睡的。我敢肯定，就在她身上见过一模一样的符纸。昨晚竹心被接回侯府，林月病中邪了，我们总能听见她的心声。如今家中还出现了这等阴邪之物，竹心对鸠夺府如此熟悉，难道真是竹心？如此阴邪之物，姐姐定是会随身携带，以防被他人发现吧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搜搜看。姐姐，若是旁的事情也便算了，可你怎么能毒害父亲母亲呢？随你怎么说。若是旁的事情也便算了，可你怎么能毒害父亲母亲呢？随你怎么说。父亲母亲，快看，东西在这儿！父亲母亲，这是平安符，这是女儿回道观之前特意去求来的平安符。父亲母亲找了我18年，一定心急如焚。我求的这个平安符，只愿阖家平平安安，顺心随意。什么阿猫阿狗，敢在本老祖面前班门弄斧，就凭着小小的鸠夺府，做梦！林月，是看差了吧？不可能，我明明什么？明明该在我衣服里，对不对啊？定是姐姐害怕被发现，便提前将鸠夺符藏了起来。我见都没见过这个东西，又何谈藏不藏呢？姐姐，若是旁的事情也便算了，那可是鸠夺符啊！若是得逞，便会把父亲母亲的气运全部夺走，
你还是赶紧交出来吧。相信只要你赶紧交出来，并且把旧毒妇销毁，父亲母亲定然会原谅你的，对吧，父亲母亲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我明明亲眼看到的，就在姐姐的衣服里。又来这手，看我怎么改掉你！怎么会没有呢？我明明亲手放的，就在姐姐的衣服里。沈凌月，如新可是侯府的千金，怎么能像你说的那种人？若非听见了沈凌月的心声，我还不知道就是这个养了18年的养女亲手将鸠夺符放进竹心口袋里栽赃陷害的，难怪如此笃定在竹心身上见过此物。我们找到收养竹心的那户人家时，他们就说了，竹心是他们见过的最懂事、最听话的孩子。没想到就是凌月要陷害竹心，怎会如此？我方才输送的明明是在竹心衣服里见到符咒的心声啊！父亲、母亲，女儿曾在妹妹房间中见过一模一样的鸠夺符。什么？女儿曾在妹妹房间中见过一模一样的鸠夺符。什么？你胡言乱语什么？我怎么会毒害父亲母亲呢？你这么紧张，怕不是做贼心虚吧？我没有。沈凌月，就是可恶！沈凌月，我东昌侯府养了你18年，原以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但这10几年的感情也不是假的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一只白眼狼，如此恶毒坑害我们东昌侯府。父亲、母亲，这符咒怎么会是我的呢？我凌月是什么人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定是姐姐陷害于我。陷害？证据确凿，还说什么陷害？定是姐姐陷害于我。陷害？证据确凿，还说什么陷害啊？定是你趁着回侯府时，跟我同吃同住，将这阴邪之物放入我房间的柜子里。姐姐，父亲、母亲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对天发誓，这东西一定是姐姐带来的。凌月自小在侯府长大，从何处接触到如此阴毒之物？只有姐姐这样流落在外的人，才有机会接触到那些个不三不四的人啊！姐姐，我明白你恨我夺走原属于你侯府千金的身份，可我是被抱错的，还是婴儿的我又有什么错呢？这如何能怪我呀？父亲、母亲，我瞧着妹妹像是不愿意我回家来的样子，要不我还是走吧。毕竟妹妹在侯府待了这么多年，早已习惯众星捧月的日子了。走什么走？你才是东昌侯府的千金，是母亲血脉相连的女儿，这个侯府才是你的家。可是沈明月的心声说得明明白白，此事就是他在陷害我的亲生女儿。妹妹，你若是觉得我回来影响到你侯府第一千金的地位，你大可以直接说出来，我走就是了嘛。可父亲母亲他们养你18年，那样疼你，虽然不是他们的骨肉，可他们一直将你视如己出，你怎么忍心伤害他们？可他们一直将你视如己出，你怎么忍心伤害他们呢？父亲母亲，这旧豆腐真的是姐姐带回来的，我之前真的在她身上见过。够了，竹心是我亲自接回来的，她的行李也是我亲自收拾的，我压根就没有见过这个东西。事到如今，这个沈凌月还想继续陷害竹心，真是后悔当初就不该收养这个白眼狼。竹心是你的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她？立刻道歉！没想到这个沈凌月竟是如此恶毒的白眼狼，幸亏我们都听到了他的心声，恐怕只是要受到他的蒙蔽，冤枉了自己的女儿啊！父亲，我何时叫你知错不改，污蔑姐姐？今日更是越发不像话了。我没有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不要再怪妹妹了，毕竟她受你们独宠18年，如今
突然冒出一个我，分走了他的宠爱，他对我不满，想陷害我，也是能理解的，我不怪他。我没有，父亲，你们相信我，这旧豆腐真的是姐姐带回来的，她放到我房间的抽屉里面，诬陷于我。够了！事到如今，你竟还不知悔改！今日你若不向你姐姐道歉，从今以后你就别想从侯府账上拿到1分钱，直到你向你姐姐道歉为止。我才不要道歉！你若不向你姐姐道歉，从今以后你就别想从侯府账上拿到1分钱。我才不要道歉！明明是他诬陷于我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从现在开始，给我禁足在房间里，好好反省。什么时候想向你姐姐道歉了，再出来。我们走。周熙，你看，这是你小时候住过的地方，一直为你留着呢。父亲母亲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把你找回来，一直保留着房间的样子。你母亲更是每天亲自打扫，不介于他人之手，就是盼着你回来这日能保留当初的模样。谢谢父亲母亲。朱熹，你以后就在这住吧，就不要和你妹妹住在一块儿了。行了，让她早点休息吧。夫君，林月如此针对竹心，竹心都默默忍受着，一声没吭。怕是方才回到侯府，换了地方，心中正惶恐。怕是方才回到侯府，换了地方，心中正惶恐。他在外面流落了这么多年，虽然被人收养，但到底是亲生的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们得快想想办法，早让竹心融入家中。父亲母亲分明听见了我的心声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过来，立刻去寻二哥哥，就说我想他了。是。沈竹心，你这个贱人！只要我林月在一天，我绝不会让你留在侯府。一定呀，要用最好的面料，用时下最新最流行的款式，每样呀都定制一套。哎呀，不用了，这样太浪费了。侯府不怕，我们有的是钱，你妹妹有的，你一样也不能少。竹心，父亲听说你最近有经商的念头，正在找人合作。是否缺银子？告诉父亲，父亲和母亲跟你合作。不用了，父亲母亲。这孩子血脉相连的父母，有什么好客气的呢？是这样的，父亲母亲，女儿听说最近有个宴会，会有好多富商前去，女儿也想去学习一下，只不过女儿资历尚浅，没能收到邀请函。女儿资历尚浅，没能收到邀请函。这个宴会啊，就是我们东昌侯府主办的，你要去，直接去便是了。对了，这个事情由你二哥哥全权负责，回头我让他把请柬直接给你便是。谢谢父亲母亲。沈竹心，你在家中与我争辩算了，居然还要在宴会上与我争，那是二哥哥特意为我筹备，为了我接受名下产业造势的。父亲母亲，姐姐，我听家中小厮说，父亲母亲带你来京中最好的裁缝铺定制新衣，便特意赶过来寻你们。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好，希望姐姐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妹妹吧。啊，这是我珍藏的头面首饰，希望姐姐你不计前嫌，原谅我之前犯的错。我就说嘛，
我们家的凌月还是乖孩子呢。看来之前凌月变得那么恶毒啊，都是因为中邪了。竹心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每年都是我们做父母、做兄长的买礼物送给凌月，这可是他人生头一次买礼物送给别人呢。夫君，你瞧凌月现在身体健康，与以往无异，想来是没事了。现在身体健康，与以往无异，想来是没事了。这首饰，姐姐，你瞧这像是不喜欢，这可是我屋里最好的首饰了。竹心，这可是凌月的一片心意啊！不是的，父亲母亲，你们不要再勉强姐姐了。左右姐姐现在有父亲母亲的宠爱，要什么新的首饰没有？竹心，这可是凌月亲手为你准备的礼物，你不是这样的，女儿很喜欢这个首饰，只不过，妹妹，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呀？姐姐，你为何这样说？我刚才无意间抠了一下上面的珍珠，发现竟然掉色了。我听说好的珍珠啊是不会掉色的。不过也是，妹妹身为侯府千金，怎么会被人骗呢？一定是我自小在外漂泊流浪，没有见过什么好东西。不过这个我很喜欢，多谢妹妹。什么？这个黑心铺子竟然敢卖我假货，我这就找他们去要说法。这个黑心铺子竟然敢卖我假货，我这就找他们去要说法。这是贼心不死，又想把先生输送出去是吧？看我怎么治你！怎会如此？竟是被他一个流落在外的乡巴佬发现是假货。若是再不想想办法，再这样下去，父亲母亲肯定会更喜欢沈竹心，到时候家中哪里还有我的地位？还好我已经伪造好财产转让书，只等到了官府上了档案，整个东昌侯府就都是我的了。哼！竹心，父亲突然想起我还有公务要去处理，我和你母亲就先回去了。走。谢谢父亲母亲。沈凌月，你的死期是越来越近了。竹心，你先去歇着，我和你的父亲有要事要谈。好的，父亲母亲。这个沈凌月简直胆大包天，竟然连我侯府的资产也敢私自转移。可是这转让资产必须有我侯府的印章才行，这不是一直都锁在你书房的柜子里吗？我之前检查柜子的时候，发现印章有被人动过痕迹，我还以为当时自己放的时候记错位置了。什么？我还以为当时自己放的时候记错位置了。什么？侯爷，这是凌月小姐窃取印章伪造的财产转让书。幸好你发现的及时，再晚一些，侯府的财产便要被转移了。这18年来，他沈凌月竟是如此能装。听到他的心声，我是万万想不到，我们东昌侯府竟养了这么个白眼狼18年。夫妇二人对他视若己出，他竟为了谋夺侯府财产，如此算计侯府，绝不能轻饶了他。侯爷，我明白。待会儿老张回到府上来，和我们一块唱一出大戏。沈凌月这18年来在侯府拿到的东西，必须让他原样给我吐出来。老沈呐，我上次和你商量那件事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竹心、凌月，你们两个先回房去休息吧。我和你母亲与你张叔还有要事要商议呢。父亲母亲恐怕是知道了沈凌月转移侯府财产后，找来张叔叔一块算计他们。
是家里的生意，这张叔叔名下的资产可不少，与侯府名下的生意更是素有往来。瞧他们心事重重的样子，莫非是家中的生意出了什么问题吧？父亲、母亲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张叔叔，您快告诉我，父亲、母亲他们这是怎么了呀？莫要提了，我手里有一笔收益高达9000万两的生意，想要和你父亲合作，可惜呀，你父亲手里的钱都去投资其他生意了，连侯府的财产都抵押了出去，此事只好就此作罢。9000万两银子，父亲母亲这诱饵抛的可真大呀！什么？这么多？张叔叔，这个生意一定能赚那么多钱啊！果然上钩了。林月，我和你父亲那可是过命的交情，如果不是一定赚钱的生意，我又怎会非要拉着你父亲一起做呢？张叔叔，这个生意父亲要投资多少银子啊？这个生意父亲要投资多少银子啊？500两。张叔叔，不过是500两，我这有。林月，若真是500两这么简单，你父亲也不至于如此为难吧？5万两？张叔叔，我现在手里只有8000两银子了。8000，差的也太多了。老沈呐，看来这个赚钱的买卖跟你也是有缘无分了。你这只能便宜别人了。哎，张叔叔，你先别急，我手里有侯府10成的财产，要是把这10成的财产用来做抵押，您看行吗？父亲母亲和哥哥对这个沈明月还真不是一般的宠，攒的零花钱就有8000两银子，居然还有侯府10成的财产。哎呀，这怎么可以？那可是我和你妈给你准备的嫁妆啊！父亲母亲再苦再难，也不能动你的嫁妆。哎呀，父亲母亲，张叔叔说了，这是稳赚的生意。女儿先把嫁妆钱拿出来帮帮侯府，待此番把钱都赚回来了，我们不是还能再把财产赎回来吗？待此番把钱都赚回来了，我们不是还能再把财产赎回来吗？可是，父亲，您和母亲还有哥哥们从小对我宠溺有加，如今侯府有难了，我自是要挺身而出的呀。老东西，整个东昌侯府现在都是我的，9000万两也是我的，谁也不能阻止我赚钱。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呢？之前伪造的转让书可没有判决。好，林月，果然是最懂事的好孩子。既然林月这么乖巧懂事，那我们也不能亏了你。李东荣，你去帮我拟一份分红书。是。张叔叔，这个是我存了8000两银子，这个是财产抵押书。林月这么孝顺父母亲，我也有份大礼送给你。父亲，你这是打算把所有的利润都给我？投资的钱是林月出的，理当林月收呀。这是父亲母亲的一点心意，林月，快收下吧！啊！这是父亲母亲的一点心意，林月，快收下吧！谢谢父亲母亲。这个沈明月真是蠢货一个，所有的利润都给他又如何？这利润啊，要先拿到手才有用。唉。
君二哥哥说，此番任清宴，演戏哥哥也会到场。我一定要穿得最华丽，做整个任清宴上最耀眼的那颗明珠。沈明月这个水性杨花的形象，在段衍行心中扎根，他还想着勾引段衍行往上爬呢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不过这个段衍行确实生得俊俏，简直是……哎，沈竹心，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堂堂修真老祖，竟对一个寻常男子犯花痴！母亲，您和父亲已经给姐姐添置了许多铜面首饰。今日可是东昌侯府主办的宴席，我若是只能戴那些个过时的首饰，怕是侯府遭人耻笑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什么过时的首饰？上个月我不是请人专门给你打了一套新的吗？母亲，您不也说了吗？那是上个月，这个月就是没有新的。没有新的首饰，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怕被有心之人利用，说是侯爷和夫人找回了亲生女儿，便苛待养女，这对侯府的名声也不好呀。妹妹还真是思虑周全。姐姐，父亲和母亲已经给你添置了许多铜面首饰了，这只是一条小小的红宝石项链，你怎么连这个也要与我争呀？哈，我跟你争？哈，我跟你争？二哥哥，沈竹心，早知道你一回来便如此与林月针锋相对，当初就不该将你接回侯府。沈月辉，你给我住嘴！母亲，你怎么能不讲道理呢？怎么不讲道理呢？姐姐，这红宝石项链可是上品，须得气质高贵之人才能配得上，否则呀，那就是东施效颦，做笑话吧。妹妹说的是，我在外漂泊流浪，一身穷酸气，自然是配不上这红宝石项链。谁说你配不上这红宝石项链？主席，你可是我们东昌侯府的千金。哎，客人们都来了，我们先走吧。沈竹心，你给我走着瞧！今日我一定要让你把面子都丢光！侯爷找回来的女儿，跟侯爷夫人如此相似，一看便知是千金。是啊，相比之下，二小姐与侯夫人一点都不像，不会是养女吧？确实不像，莫非侯爷当年丢了大小姐之后，便收养了这个二小姐？也不是没可能。沈竹心，今日我便让你名声尽毁，彻底失去父亲母亲的宠爱。各位，想必大家也都听说了，我东昌侯府终于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竹心，她便是我东昌侯府流落在外18年的千金。借助今天任亲宴的机会，我要公布一个消息。借助今天任亲宴的机会，我要公布一个消息。等任亲宴结束以后，我会将侯府名下所有财产的管理权交由竹心，以后家中的生意就由他来管理。竹心，还不快见过大家！沈小姐，原来沈小姐就是侯府失散多年的千金啊！侯爷要是早些把你接回去，我想你也不必为了过好日子来向我求欢呀。这东平侯府的生意在京中做的可是很大的，与其他外强中干的勋爵世家可不同。没想到东昌侯府刚认回来的千金，竟是这般
浪荡之人。瞧这温良贤淑，私底下竟做出这般不知羞耻的事情。瞧这温良贤淑，私底下竟做出这般不知羞耻的事情。沈明月只有陷害这一招，如果没看错，原主是因为这种阴影，最终才萌生戒意。许公子，这对女子来说可是大事，你说话可不能没有凭据啊！要证据是吧？这自然是有的。小人亲眼所见，沈小姐时常到府上去，与我们公子夜夜缠绵，走的时候还带走了很多钱财和珠宝。这里是东昌侯府的千金，你若是有半句谎言，东昌侯府可不会放过你。小人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小人愿天打雷劈。沈如心，你竟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！沈如心，你竟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！姐姐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莫非姐姐是觉得我不想让你回家，再陷害于你吗？自己做了这般不顾侯府颜面的事情，如今竟还污蔑林月，真是一如既往的不可理喻。姐姐，此番确实是我故意陷害你，可你的证据肯定拿不出来吧？证据？这不就送上门了吗？什么？此事是林月搞的鬼？这怎么可能？林月她是最乖巧善良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？硬什么？是林心搞的鬼？毕竟他是林月重邪一事的始作俑者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领养他。这个白眼狼，当初是我眼瞎，还对他这么好。这个白眼狼，当初是我眼瞎，还对他这么好。姐姐，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你为了过得更好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。沈竹心，你还有脸杵在这里干什么？知不知道侯府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滚回房去？二哥哥就这么笃定，这小厮口中的女人是我吗？那还能有假？东平伯府的小厮亲眼所见。沈大小姐，方才小厮口中说的女人是不是你？若是你，这宴席我们是吃不了的。是的，东昌侯府如此包庇不知廉耻的女儿，我们是吃不了你们家的宴席了。那黑灯瞎火的，这名小厮看不清楚，若是认成旁人，也是有可能。你说对吧，妹妹？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买通小厮做伪证吗？我可没有。姐姐，小厮口中的女人分明是你，你为何造谣我污蔑于你？陷入心生陷害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陷入心生陷害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沈竹心，你简直是把侯府的颜面都丢尽了！姐姐，小厮口中的女人分明是我，是我造谣你，污蔑你。又是沈明月陷害沈竹心，这个沈明月简直就是贼心不死，竟3番5次陷害竹心。真是奇怪，我怎么又听见林月陷害竹心的心声？莫非又是竹心在搞鬼？林月就是因为中了沈竹心的邪，而且方才小厮说的明明就是他，沈竹心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你把父亲母亲，把侯府的颜面置于何地啊？我方才就说过了，这小厮说的女人不是我。沈竹心，你当大家是傻子是聋子吗？方才这小厮说的分明就是你。我相信竹心，竹心说没有，那便是没有。侯爷说的对，此番定是有人陷害我侯府千金，定是有人陷害我侯府千金。小厮口中的沈小姐不是我，但我知道是何人。这黑灯瞎火的，这名小厮看不清楚，所以我又找了东平伯府的另一名小厮前来辨认，谁
才是深夜去他府上的女人。回诸位贵人的话，整夜到东平伯府的人是二小姐。妹妹，咱们府里什么时候短过你的吃穿用度啊？父亲、母亲还有哥哥们时常给你些银子，你想要什么大可以直接说啊，怎么能做出这么不知羞耻的事情？好像我们侯府虐待你似的。诸位，不要听信沈小姐的胡言乱语，这小厮分明是被沈小姐所收买，不然她也不会说这谎话。这小厮分明是被沈小姐所收买，不然她也不会说这谎话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入骨，恨我夺走原属于你的一切，恨你失去原本侯府千金的富贵日子。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也是无辜之人，你为何就不能放我一马呢？林月，你放心，二哥哥永远在你身边。二哥哥相信林月，林月绝非这般恶毒之人。沈竹心，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心里清楚。若是你想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来污蔑林月，妄想让我们都能接纳你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在我的心里，永远只有林月一个妹妹。二哥哥的意思是，我给沈凌月泼脏水吗？那当然了，林月如此乖巧善良之人，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二哥哥，你现在千万别怪罪姐姐了。你现在千万别怪罪姐姐了。诸位，都是林月不好，是林月夺走了原属于姐姐的一切。我明白姐姐的。侯府找回来的亲生女儿，表面上看着贤良淑德，就是这种人。是啊，一个侯府千金如此居心叵测，连亲妹妹都算计。还是二小姐善良，这个女人这么诋毁她，竟还帮着她说话。要验证真假还不简单？东平伯府那么多人，随便叫几个人过来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偌大一个东平伯府，我总不能都收买了吧？我府上的人是你想问话就问话的吗？你们东昌侯府未免太霸道了吧？怎么，你不敢啊？你给我等着！诸位，刚才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，大家不必放在心上，还是开宴吧。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，大家不必放在心上，还是开宴吧。大家吃好喝好。奴婢错了，奴婢不是故意撞到大小姐的。下去，笨手笨脚，莫要再惊扰了其他贵客。竹心，你就近找个院子换身衣衫再来吧。好。大小姐，请我先稍等一会儿，奴婢这就取衣衫来。去吧。我等你很久了。我等你很久了。林月，怎么了？是丫鬟说，姐姐约了许公子到房间内，关起门来行苟且之事。亲眼瞧了，里面是好大一张床。什么？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竟然在家中设宴之时，做出如此浪荡之事！二哥哥莫有声张，坏了姐姐的名声，可如何是好啊？林月，你真是善良，事到如今竟还替她着想。我可没有她这个妹妹，今日定然在父亲母亲面前揭穿她的真面目。
姐，你怎么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呢？还是在家中设宴这样的大日子？沈如心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竟然在家中与许之安勾结！明摆着是沈凌月陷害，沈远辉这傻小子竟一点都看不出来。真是傻子！所以我们赶紧得让那兄弟几个认清沈凌月的真面目，否则岂不就要被他害惨了？对啊，得想想办法。燕行哥哥，怎么是你？怎么回事？燕行哥哥，那许之安呢？他跑哪里去了？妹妹在找什么呀？妹妹是在找他吗？我头好晕啊！既然妹妹觉得头晕，那二哥哥这个做哥哥的，还是早些送她回去休息吧。走。喜欢输送新生，那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往后有我修真老祖在，别想输送新生。娘，我错了，姐姐回来，不该做那样的事情。我是怕亲女儿回来，您就不疼我了。这是我炖了2个时辰的汤，希望娘喝了就不要生我的气了。这是我炖了2个时辰的汤，希望娘喝了就不要生我的气了。这就对了。靠！这碗汤里有7追魂草啊！只要在1个月之内喝了7次，就会神咒传回来，变成一个不能自理的傻子。这个沈凌月真是妥妥的白眼狼！养到他这么多年，结果他一发现自己地位不保，就开始下毒手，太歹毒了。娘，今日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正好肚子也有点饿了，我想尝尝这个汤，给我吧。妹妹，我敬你。沈如心，你放肆！凌月是你妹妹，你这个堂堂！是我占了姐姐的位置，姐姐恨我是应该的，也不能污蔑我给母亲下药啊！你要是觉得没毒，不妨喝一点，正好，还剩1颗。你要是觉得没毒，不妨喝一点，正好，还剩1颗。你不是想证明吗？那就喝吧。7追魂草7次在之内，只喝1次会有大用。姐姐，妹妹喝了，姐姐可信我了吧？3、2、1，成了。什么味道？怎么像是从凌月身上传出来的？什么味道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妹妹，你怕不是自己下了巴豆喝下去了吧？那这味道不就是……下毒的事我会追究的。沈凌月当然没拉裤头，我可不想弄脏母亲的屋子，我只是给她下了些爆臭粉，让她几天臭气逼人，看她怎么还有脸出去见人。见过夫人，侯爷。主席，这是段世子啊，郑国公世子。帮我掐指一算，算到段衍行可是未来的铁血帝王段衍行。帮我掐指一算，算到段衍行可是未来的铁血帝王段衍行。什么声音？段世子安好，这才是真正的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啊！这长相简直惊为天人，身材必然也是极好，想加想加想加，想睡想睡想睡。这似乎是眼前竹心小姐的声音，我竟然能听到她的心声。
那个明月姐今晚设了酒局，我就不在家吃饭了。等等，哥哥，这酒局是林月妾设的陷阱。二哥哥在酒局上英雄救美之后，反而被那女子反咬一口，还会告御状说二哥哥欺男霸女。皇帝听后气得直接割了二哥哥的命根子。幽禁佛堂一生，我该找个什么借口阻止二哥哥前去呢？你整日在外边招猫逗狗，都没好好陪陪你的妹妹。今儿啊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好，派人跟林月姐说一声，我今天不过去了。二哥哥虽然此刻拒绝了，可是沈明月也参与了这个阴谋，他肯定不会让二哥哥就这么躲过去的。二哥哥，你不是说要去林公子的酒局吗？真的是说中，这小丫头的心声竟然能未卜先知。二哥哥快去吧，不要让林公子久等了。沈明月故意来发脾气，赶走二哥哥，让二哥哥入套，歹毒，太歹毒了。老二对他那么好，他竟然想如此干扰啊！沈明月这个臭痴！今晚酒局上的那个女子跟先皇后有8分像。沈明月他们计划让她被二哥哥救下后，再送她入宫，让她在皇上面前告御状，污蔑二哥哥。沈明月果然够渣，不过修女入宫的时间就要到了，所以他们必须趁今天让二哥哥入局。二哥哥，林公子都在催了。没想到林月姬要害我，到头来我从前不信任的妹妹竹心才是真正对我好的。我要留在家里陪竹心妹妹。姐姐在家中好好的，不用陪伴。也是哦，干脆我割断一根手指，这样二哥哥就有理由留下来陪我了。既然愿意为了哥哥做到这个份上，这丫头年纪虽小，却是重情重义啊。既然愿意为了哥哥做到这个份上，这丫头年纪虽小，却是重情重义啊。元辉啊，你去库房支点银子，出去买点好东西送给你妹妹。好，不用了，母亲，我只要哥哥在家里陪我就好。这男女有别，有你什么事？出去！哼！夫人，我陪远回去吧。放心，我会看着你二哥的。断眼行，心眼多，有他陪着二哥哥，也好。我心眼多，应该是有勇有谋才对啊。那就有劳段世子了。远辉、隐形，你们可算来了，快坐快坐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快坐快坐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远辉、隐形，怎么这么晚？可说呢，要不是我再三去派遣，这沈二少爷还不乐意来呢，是吧？对了，听说天香阁新来个唱曲的，天姿国色，咱们今天不就是为了他来的吗？他的眼睛长得跟先皇后颇为相似，恐怕他们就想让晏苏姬来偷东西，陷害先皇后，真是可惜。果然如竹心妹妹所言，林月妾这个狗东西，亏我把她当朋友，她竟然如此陷害于我。奴婢晏苏姬见过。快抓刺客，有刺客！平常嫉恶如仇，为何这次怂成这样？叶大哥，求求你饶了我！平常嫉恶如仇，为何这次怂成这样？叶大哥，求求你饶了我！远辉，远辉，救我！远辉！放心，我不杀你。那就多谢大侠不杀之恩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把那女的杀了？把本少爷的计划都给打乱了。告诉你，你爹我听不见。我说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！我的！哎呀！什么？林少爷的命根子被割了？是，晏苏姬被杀了。计划的好好的，怎会如此？小人奉您和林少爷之命，在包厢外等候，
去追杀叶苏金，好引沈二少爷出手相救。可是还没等小人出手，就莫名其妙被打晕了。等小人醒来的时候，林少爷被……林少爷情况如何？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，可是林少爷失去了命根子。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，可是林少爷失去了命根子。一夜间，整个京都都知道了。尚书大人大怒，要您上门给一个说法。这我能如何？完了，尚书府根基深厚，得罪了他，我以后怎么在京城上混？小姐您别急，这局本就是您和林少爷共谋，现在出了意外，也不能全怪我们。要紧的是，林少爷如今成了半个残废，这京中的贵女定是无人愿嫁。如果您能帮其寻门亲事，尚书大人万保管的消息。他都这样了，还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他？不是还有沈竹心吗？林夫人怎么有空来？这是上门来提亲的。提亲？林夫人怎么有空来？这是上门来提亲的。提亲？这是替我小儿子乐妾上门来求亲的，求的就是你刚找回来的小女儿沈竹心。肯定又是沈明月那个死绿茶想的坏招。林夫人，我暂时不准备把竹心嫁人，她刚找回来，我还想让她多陪我几年呢。沈夫人，我们尚书府可是高门大户，乐妾也是一表人才。你的女儿竹心从小在乡野长大，毫无贵女的气派和教养，我们乐妾愿意娶她，她算是高价了。我管你是高是低，我们不嫁。送客。不嫁也得嫁，这是你们东昌侯府印鉴的婚书，他俩的婚事已经摆上钉钉了。这是侯府的印鉴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婚书都下了，赶紧挑个皇城吉日，把婚事办了吧。你想得美！谁不知道林月雪昨晚1次之后就已经废了，竹心嫁过去，岂不是耽误她的一辈子？谁不知道林月雪昨晚1次之后就已经废了，竹心嫁过去，岂不是耽误她的一辈子？乐妾昨日确实遇刺受了伤，不过那都是皮外伤，根本就没有伤到要害。外面的传言都是假的。他是我嘎的，是真是假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我们不嫁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放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沈明月真恶心，我是不是应该劝娘也来这么一出，把沈明月给嫁个废物，恶心恶心沈明月？好主意！你妹妹做事真是越来越没下限，我们也要以牙还牙。我就以侯府主母的身份，把沈凌月许配给城东杀猪的屠夫。娘亲威武！走，给沈凌月办婚书去。林乐妾这个废物，居然敢逼婚本老祖，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！林乐妾这个废物，居然敢逼婚本老祖，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！他来尚书府做什么？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咦，这可怪不得我，是你先谋害我二哥哥在先，又逼婚本老祖。本老祖今天就要让全城人看看你没了命根子的样子，看你以后还怎么祸害别的女子。点子不错，这巡城的士兵马上就要过来了，到时候这林乐妾只会被少数人看到，岂不是枉费了竹心小姐一番功夫？到时候这林乐妾只会被少数人看到，岂不是枉费了竹心小姐一番功夫？
火了！快来救火呀！着火？哪着火了？哎，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一个人。这是在哪儿？快放我下来！快点！这不是双首府的三公子吗？原来传闻是真的，林三公子真的被废了。这林三公子平时嚣张跋扈，欺压百姓，是哪位真人老祖在惩奸除恶呀？大快人心啊！像过年的猪一样。这玩意儿被割了，原来是这样的，真是惨不忍睹。难怪林夫人去侯府求亲被赶出来了，都不能人道了，还要耽误人家姑娘，简直是禽兽不如！呸呸！唉，事了拂身去，深藏功与名，我可真是太棒了。唉，事了拂身去，深藏功与名，我可真是太棒了。哼。这个竹心小姐还真有意思。母亲，你竟然把林月嫁给陈州的屠夫！你本来就不是我女儿，这些年在府里娇生惯养，已经优待你了。现在我把你许配给屠夫，也是尽了我们母女的情谊，为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婆家。哪里合适了？那可是屠夫啊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可是沈凌月你自己亲口说的。我让你嫁谁，你就得嫁谁。沈凌月，回去好好准备准备，婚礼在3天后。不行，这门亲事我绝不同意。你们能设计把沈竹心嫁给林乐倩那个废物，我为什么不能把沈凌月嫁给屠夫？我要找哥哥们为我做主。我为什么不能把沈凌月嫁给屠夫？我要找哥哥们为我做主。圣旨到。沈凌月，侯府不是你说了算，普天之下，一切都是陛下说了算。臣妇接旨。母亲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商量？为什么要跑去殿下那里告状？你设计把竹心嫁给林乐倩这个废物，我身为母亲处置你有所偏颇，就只能到皇上那主持公道。参见皇上。夫人请起，赐座。谢皇上。沈凌月，你可知你犯了什么错？臣女不知。那就跪着反省，跪到知道为止。当年东庄侯夫人的女儿走失之后，非要收养你，朕本不同意，但后来朕也只能随了她的心愿，让你入侯府，做侯府的千金。沈凌月，你可知你承的是谁的恩？沈凌月，你可知你承的是谁的恩？臣女知道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陛下，臣女知错了，臣女不该设计陷害姐姐，臣女罪该万死，求陛下息怒。臣女想办法阻止林家。母亲，求你看在我们母女18年的情分上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真的。光口头道歉可没用，朕罚你杖责40，回去好好反省。不要，陛下饶命，不要啊！妹妹，你受苦了，你肯定是你害的，我今天就打死你个三把香！不许动我妹妹！哼！我今天就打死你个三把香！不许动我妹妹！若非你在母亲面前诬告，怎么会把我妹妹害成这样？来人，请家法！今天我就要打死这个三把香！大哥这个大傻子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大哥这是怎么了？
不会是得了疯病吧？大家离远点，被咬了是会被传染的。大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快把大哥哥扶进去，找大夫过来。娘亲，皇上怎么突然召我们进宫啊？听说这二皇子上次被流氓给……还好后来恢复正常，神志清明，皇上大喜，召各家女眷进宫庆祝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进去吧。来。今日让京都未定亲的女眷过来，是有一件要事。朕的二皇子前些日子生了病，今日才刚刚好转。天师说要赶紧定一门亲事冲喜，且看你们谁能有幸成为二皇子妃。二皇子之前可是被流氓给爆了，成了半个废人，谁这么倒霉要嫁给他呀？我才不要嫁给二皇子！听说二皇子之前发疯，到处追着人打呢。我也不要嫁给他。二皇子现在除了皇子的名声，什么都没有。二皇子，你且去看看，相中哪家小姐，就把这柄玉如意给她，父皇立刻为你赐婚。是，父皇。父皇立刻为你赐婚。是，父皇。原来二皇子中意的是侯府沈家的三小姐，当真眼光不错。皇上，不可呀！怎么，朕的皇子配不上你家女儿？不是，是小女配不上二皇子。二皇子喜欢就好。如果侯府能与皇家结亲，也算是喜上加喜。这桩婚事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可以想办法帮你退婚。真的？多谢段世子。哇哦，段世子不想让我嫁给二皇子，难不成是对我……哎呀，我怎么有点害羞了呢？不过这点小事就不劳段世子。沈明月，玩阴的是吧？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摄魂术。沈明月，玩阴的是吧？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摄魂术。传朕旨意，赐婚二皇子和沈家三。慢着，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心悦之人是沈家养女沈灵月。什么？父皇，儿臣心仪沈灵月，向父皇赐婚。怎么完全失效了？沈灵月虽然是沈府养女，但知书达理，秀外慧中，比沈竹清这个不懂规矩的丫头强多了。皇上，您还是成全他们吧。我谢谢你哦。是啊，皇上，这灵月跟二皇子一直有来往，估计呀早就暗生情愫了。我没有。皇上，我不能嫁给二皇子。皇上，我不能嫁给二皇子。哎，你不必害羞，既然二皇子中意于你，那朕就赐婚二皇子和沈灵月，下月初一完婚。恭喜你啊，妹妹！哦不，二皇子妃。母亲，我求你，请你看在我们18年母女的情分上，替我救救亲。我不想找个二皇子。灵月，你要是不同意，直接抗旨行了。圣旨岂是说抗就抗的？国公府有一张丹书铁券，你可以拿出来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丹书铁券是我们国公府先人征战沙场换来的，不可能用在你身上。
没有陷害诛心，或许我还会用铁券帮你一次。可惜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没有陷害诛心，或许我还会用铁券帮你一次。可惜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果然，在你心里，只有她才是你的女儿。沈凌月，你还不赶快谢恩？臣女多谢陛下赐婚。长后夫人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后悔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的。娘亲最近斗沈凌月斗得那么费神，我要给她好好补补。法师，这边请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来显灵。这个屋子不干净呀，有很重的邪气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我们侯府最近鸡犬不宁，一定是有妖魔作祟。只要把狗血泼在妖魔的身上，就能让他现出真身。是吗？好，那我来泼。大胆！法师，妖怪现身了吗？你这个妖孽别得意，本法师要消灭你！法师，妖怪现身了吗？你这个妖孽别得意，本法师要消灭你！法师，别着急，我就在这里，我又不跑。要不你回去换身衣服，我们再泼一次。沈昭洛，你看到了啊，这个妖怪的法力高深，消灭他需要耗费我多年的功力。好，我给你加钱，我给你加双倍，加5倍。好，把他抓起来，我要对他实施火刑。快把他给我抓起来，烧死他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母亲，他们要烧死我，我好害怕。别怕，有娘亲在。给我滚！夫人，她根本不是你的女儿，她是妖孽附身的妖邪。我现在对她实施火刑，让她现出真身。没错，自从这个沈竹心来到我们家后，侯府就鸡犬不宁。你要相信他。我当然相信呀。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即便是妖孽，也分好妖和坏妖。佛家说了，人只有入地狱才能立地成佛。不如这样，法师，您就替这个妖孽来接受火刑，这样就可以感化他。您就替这个妖孽来接受火刑，这样就可以感化他。哦，那就感谢法师了。来人，绑了他。法师，我确实是妖孽，不过如果你愿意替我承受这火刑的话，那我就以后不做妖了，好好修行。能净化一个妖孽，法师你也算功德深重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放开！你们这么对法师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还不赶紧上！我看谁敢动！沈凌月，这个家到底是谁在做主？夫人饶命！我就是一个神棍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师，是他们给了我钱，说府里有妖孽，让我以妖孽的名义烧死他。我是被逼的，我根本什么都不会，就算烧死我，也感化不了妖孽。放开我！招摇撞骗的骗子！说，谁命令你这么做的？谁要烧死我的女儿？是沈凌月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母亲，我实话跟你讲吧，这个沈竹心根本就不是真的沈竹心，真正的沈竹心早在18年前就已经被溺死了。这个沈竹心根本就不是真的沈竹心，真正的沈竹心早在18年前就已经被溺死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母亲，哥哥说的都是真的，真正的沈竹心早就死了，这就是个冒牌货。不可能，妹妹没有死，她对我们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们好得很呐！夫人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现在你要知道的就是沈竹心根本不是你的女儿，她接近你是有目的的，你要远离她。没错，应该立即把她给我绑起来。萧大人，您都听见了吗？本官听到了，请萧大人秉公办理。夫人放心，本官手里已经有了一些沈昭禄犯罪的证据，再加上2人方才的口供，一定还夫人一个公道。谢大人。上！救我！我不能落他的手里，他会杀了我的。别动，放开！放开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不能被他带走，他们会杀了我的。姐，我
们错了，不要！放开！放开！母亲，你这招真高明。您不是我的女儿，那您是谁呢？我可能是你的女儿，可能小时候他们没把我溺死，我命大。我要怎么解释呢？说是好像不对，说不是也不对。我要怎么解释呢？说是好像不对，说不是也不对。母亲，何苦纠结于这些呢？这些天我早已经把竹心当成我自己的亲妹妹了。要是没有竹心，我们哪能次次都化险为夷啊？竹心永远是我的妹妹。原来有家人是这种感觉。我从小在山上长大，一个亲人也没有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永远跟你们是一家人。竹心，你是娘亲的好女儿。还有段世子，再加上帅气段世子，就圆满了。段世子已经来家里提亲了，你就等着嫁人吧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竹心，我爱你。从此不必分。